有一对情侣啊，谈了6年的感情，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但是女方父母是执意要求是18万的彩礼。女方父母呢说有自己的盘算，一来希望男方家庭富裕能够给得起这笔钱，二来呢是希望给女儿一个保障，万一婚姻有变动，那女儿也不至于什么都没有。女方父母呢也表示自己养大女儿不容易，家庭条件呢也一般，所以不会陪送嫁妆。这位姑娘呢对男友确实是真心实意的，也非常的想跟他在一起。她认为呢男方家庭条件不错，18万呢完全可以拿得出来，所以呢这个姑娘也希望男友能够委曲求全。但是男友却无法接受这个女方父母的要求，认为这是变相的卖女儿，不看任何感情的情分，开口就要钱，将来呢也是没办法跟这样的家人打交道。一气之下两人就闹了矛盾，分手了。讽刺的是不到1年，男士就相亲认识了一位条件不错、长相也不错的姑娘，彼此呢都觉得合适，年龄也大了，于是两个人就结婚了。男方给这个姑娘的彩礼呢也是18万，女方呢陪嫁了8万和一辆车。那有人就问这个男士，是不是更爱这个相亲认识的姑娘，所以才愿意出钱去娶她？男士说不是，我跟她没有多少感情，只是觉得彼此条件合适，家里满意，相处的舒服而已。他说呢，我给不了人家什么感情，那总得给一笔钱吧，要不别人凭什么嫁给我？那位谈了6年的前女友知道之后非常生气，也很伤心，说自己那么爱他，和他在一起生活了6年，却比不上一位相亲只认识几天的姑娘。18万呢，宁可娶一位陌生人，也不愿意娶自己。而女方的父母也说男士根本就不爱女儿，喜新厌旧，明显就是渣男，害女儿是白白浪费了6年的青春。这个男人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肯定会有人说这种男人不嫁就对了，不顾及6年的感情，同样的彩礼是宁可给陌生人，也不愿意给相爱6年的爱人，明明就是喜新厌旧的渣男。其实这个案例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，大家呢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事情。彩礼其实并不是问题所在，因为男方是完全可以给得出的。问题在女方父母明知两人有6年的感情，却狮子大开口，直接跟男方要18万，想让这笔钱作为女儿的保障。这不是保障女儿，而是自私变相的压榨男方。6年感情，男方对女方的物质上的付出也应该有很多，最后还要18万，那真的不如直接相亲给别人18万。不近人情和一毛不拔的态度其实是男方最不能接受的。不要总拿6年的感情去道德绑架别人，付出呢都是相互的。为什么国家不支持高价彩礼？因为彩礼成了某些人为满足私欲变相压榨他人的理由。还有那种要彩礼是给女方保障的说法，我听了真的觉得很搞笑。请问是保障女方婚后不上班还有钱花，还是保障女方离婚之后手上还有钱呢？如果想要钱的话，那咱就明码标价，买得起咱成交，买不起咱就找便宜的。双方自由恋爱，因为感情走到一起的，那不是简单的买卖，而是双方你来我往，有很多感情投入才有今天。这就好比你出门打出租车，给钱你觉得是应该的，但是好朋友提出开车去送你，你提出呢要给油钱，朋友却说呢按照出租车的价格来收，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很憋屈？这不就是又想当那什么，又想立牌坊吗？大家怎么看？一位母胎单身多年的男士这2天遇到了一个比高考还难的考试。周末呢跟相亲女士出去玩了1天1夜，回来这个女士就说了不合适。她是痛定思痛就是想不明白这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事情是这样的男士今年是28岁，母胎 solo 多年，性格是比较腼腆的，是一名程序员。那上个月呢，家里给介绍了一位同岁的姑娘做设计的。这个2个人呢，在这个月已经见了3次面，都只是简单的吃饭，偶尔呢去看看电影，彼此是都有好感，但呢也只是就是朋友的关系，突破不了。周4的时候突然这个姑娘就跟这个男士说周末想去威海玩，希望男士陪着，计划周5晚上走，周6晚上回来，说晚上走可以省时间。这男士听完就答应了。就这样呢，男士回家上网是各种搜这个威海好吃好玩的，做旅游攻略。男士把这些事也跟自己的好哥们说了，
这好哥们儿啊就给他说了一句话：哎呀，你得好好表现，这姑娘明显就是考验你的。男士听完呀，这句话他就记心里了。哎呀，怪不得突然单独约我出去，这莫不是故意考验我人品呢？说完呢，他就赶紧把原先给女士订的经济房呀改成了豪华大床房。那为了省钱呀，自己订了一个特价房。你说这男人哈，真的是特别体贴。哎呀，我都有点觉得很温馨呐。这周五就到了嘛，这男士就去接姑娘去威海，路程呢大约是2个多小时。这路上也是有说有笑，蛮开心的啊。这一路啊到了晚上，这两人就去路边啊买了一些这个烤串和菜呀，去了酒店，准备按照计划入住。谁知道女士说呀，自己忘带身份证了，就没法去开房间，不行的话就要一个套房，用男士身份证啊入住，就是那种一个大屋里面2个卧室那种。男士一听啊，就让女士放心，别着急，我去前台给你问问，我想办法解决。这去了前台一问呢，人前台说呀，没身份证啊可以登记一下，现在公安都联网，是允许入住的。哎呀，就这样，两人按照原计划呀，女士住了豪华房，男士住了经济房。这住下之后啊，两人就在这个女士的房间里面吃饭，毕竟豪华房间大嘛。吃饭的这个功夫啊，这个姑娘就说呀，辛苦一天了，要不喝点酒吧。男士一听啊，就想着这女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男人喝酒，这明显啊就是故意让我喝酒来考验自己的。他就赶紧跟姑娘说啊，自己不会喝酒。那就这样呢，两人呢就简单吃了些，聊了一会儿，男士啊就回房间睡觉了。这个生怕呀这个印象不好，就也没敢多说几句话。这第二天早晨8点左右啊，他就去这个女士的这个门口啊喊她吃饭。哎，谁知道人家女士说呀，昨晚没睡好，今天补觉啊就不出去了。男士一听啊就有点着急了，那自己订了门票了，是不是今天出来玩的？难不成今天来这是睡觉的吗？这不是浪费了吗？最后姑娘就说呀，说不去了，没有心情，说等睡醒了再说吧。谁知姑娘一觉睡到了3点钟，醒了呢，两人呢就简单吃了点饭呢，就赶紧往回赶了。路上的女士就问了男士一句话呀，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这男士就说呀，学校里不敢谈，毕业太忙也没时间谈，所以一直呢就没有谈过恋爱。然后女士就哦了一下，全程也没再怎么说话。送女士回家之后啊，没多久啊就收到女士发来的消息，说呀两人不合适，就算了吧。男士就懵了呀，自己小心翼翼的做的每件事情都很绅士，也很有礼貌，也没有逾越的地方，为什么不合适呀？哎呀，为什么不合适呀？男士是想了3天3夜啊，然后想不明白就过来问我。哎呀，其实啊，这个不合适的原因啊，是男士弄反了女士的真实意思。究竟是想借旅游考验自己，还是想借旅游去发展亲密关系？女士能提出邀约呀，说明对男士还是认可的，也是接受往下发展的意思。这两人可以在恪守礼节的情况之下，把关系啊进行质的提升。结果男士却弄反了，大家怎么看？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，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2个亿，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3000多万。昨天呢，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，显示啊，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。其次呢，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5年，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，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。这其中呢，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，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，你像外企啊，还有国企、私企等等。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，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，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。一是呢农村男光棍，二是职场女光棍，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。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啊，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，要房要车要存款，男的呢又结不起婚，女的呢又不想嫁，也不想将就，所以啊这3大光棍群体啊就没有办法去调和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是一对对的成家，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，而成了大龄光棍。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光棍抱团养老啊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。若干年之后啊，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，但是无儿无女啊，养老院收不收啊，那还不一定。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，能早婚就早婚，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，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，尤其啊是这个女人，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，你相亲啊就会发现，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，男人都不会看一眼，
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，你自己都有，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并不在乎，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、性格温柔，而不是找事业型啊、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。男人越早结婚呢，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。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，她们可以追求爱情，不看车不看房，看重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，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。如果你错过了，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，彩礼啊、车房等等。所以啊，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啊，就抓紧结婚吧。